嗨，大家好！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终于开始海试了。这艘命运多舛的航母自开建20多年来，历经多次下水之后，终于距离其服役又近了一步。那么今天就借此机会来谈一下这个南亚大国整体军力到底在世界能排在第几，能跟中国掰掰手腕吗？我们首先从海军的航母说起，航母一直被视为大国海军的标配，而作为南亚次大陆的霸主以及印度洋海域唯一的大国，印度自然也不例外。而其常年来对标的国家正是人口与其相仿 GDP 是它5.6倍的东亚大国中国。中国现役共2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和山东舰，而002山东舰更是二战后亚洲第一艘独立建造并服役的现代化航母。印度自然是100个不服。维克兰特号正是印度倾全国之力打造的国产航母，舰长262米，舰宽60米，此具美国通用的 LM2500 燃气轮机，采用常规动力滑跃起飞。满载排水量4万吨，吨位大致与我国的075两栖攻击舰相仿。别看吨位不大，但这艘印度国产航母却缔造了一个世界纪录，那就是建造时间。我们知道，一艘全新级别的航母首舰往往建造时间较长，比如美国的福特级福特号从开建到服役用17年多，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用18年，中国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是7年和6年。法国那艘戴高乐号由于是首次打造核动力航母，所以时间也较长，达到12年。但印度这艘国产航母自1999年开建至今，22年过去了，仍未服役，而且期间还经历过2011、2013和2015年的3次下水。正常国家建造航母铺设龙骨后3至5年下水，然后再西装海试，再到列装服役。而印度显然在这方面是个特例。这是中国国产航母山东舰在2017年下水时的图片，而这是印度国产航母第2次下水时的场景。注意到当时连脑袋都没有。除了下水返工多次重复之外，其服役时间也是一再推迟，从最初计划的2014年推迟到2018年，再到最近预估的2022年。正常国家建造军舰从海试到交付1年是有可能的，但按照印度人的习性，2022年这个时间点想必很难守住。说不定等我们的003出来了，印度这艘国产航母依旧难产。除了这艘之外，这级别印度还规划了第2艘维沙尔号，吨位直接提升至65000吨，接近辽宁舰，而且还要直接上核动力加电磁弹射，胃口着实不小。如此大的改动已经可以算作全新级别了，但印度偏是要将其归类为维克兰特级。不清楚电磁弹射器装在这种滑跃甲板上到底是怎么个弹法。不过这第2艘还停留在设计阶段，到现在影子还没有。别看印度造航母如此拖沓，在使用航母的经验方面还颇为丰富。现在这艘国产航母其实是第4艘了。早在1961年，印度就从前殖民母国英国买了一艘2战时建造的威严级航空母舰赫裘利斯号，并将其命名为维克兰特号。此舰于1997年退役，该舰名还被刚刚海试的印度首艘航母所沿用。第2艘也购自英国，同样是2战时建造的老舰，半人马级的竞技神号。英国在使用了30多年后退役，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印度，这就是维拉特号。其船头微微翘起的滑跳台颇有英国特色。该舰于2017年退役，自1944年开建以来，已经过去了73年。第3艘就是印度现役唯一一艘航空母舰维克拉马蒂亚号。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从前苏联基辅级航空母舰的4号舰戈尔什科夫号改装而来，全长284米，舰宽60米，满载排水量45000吨，同样采用苏式风格的滑跃起飞，而其舰载机正是俄罗斯的米格29K。其实整个这艘基辅级航母是俄罗斯送给印度的，但俄国人可并不傻，他们看中的是改装费和舰载机。结果印度向俄罗斯付了一共29亿美元，把戈尔什科夫号变为维克拉马蒂亚号，又再付50亿美元购买米格29K。俄罗斯也借此重金重开米格29K的生产线，并计划替换本国库兹涅佐夫航母上的苏33。印度被俄国人这种强买强卖坑过之后，实在不爽，于是决定把自己研制了30年才服役的光辉战斗机舰载化，并于2021年1月首次在维克拉马蒂亚号上完成了起降测试。尽管将机体尺寸改大，起飞重量从13吨增大到17吨，但还是一架极为轻型的舰载机。不要说跟中国的歼15和俄罗斯的苏33这种重型舰载机相比，就连现在的米格29K 也轻上不少。谁的战斗机油多弹多，续航时间长，雷达功率大，谁在空战中就能占便宜。况且你又不能隐身，一旦海上相遇，
那么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除了航母，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海军还有哪些军舰。驱逐舰9艘，其中加尔各答级、德里级和拉杰普特级各3艘。7500吨的加尔各答级是印度现役最大的驱逐舰，最大特点莫过于顶在头顶的大眼睛了。这个相控阵雷达是由以色列人提供，不过世界其他各国驱逐舰的四面阵雷达都是装在舰桥下面，原因之一就是降低重心，避免翻覆。显然印度人再次另辟蹊径，可能他们觉得站得高自然望得远吧。不过印度可是经常会有船坞翻覆的历史。除了驱逐舰，印度海军还有13艘巡防舰、22艘护卫舰。这是此前一艘波拉马普特拉级巡防舰在出即将下水时直接侧翻，导致16人死伤。两栖舰方面，印度还从美国购买了奥斯汀级船坞登陆舰，但此舰没有美国的批准，不得用于战争。除此之外，印度还有2艘核潜艇，一艘是从俄罗斯租的攻击型核潜艇查克拉2号，2022年即将到期。另一艘为自研的歼敌者号弹道导弹核潜艇，重6000吨。相比其他各国动辄几万吨的核潜艇来说，6000吨的歼敌者号确实有点袖珍，其吨位也就体现在了它所携带的武器上面。4个垂式发射管可以携带12枚 K-15潜射弹道导弹，但其射程只有可怜的700公里。这种潜艇能拿来做远程威慑和2次核打击吗？但不管怎样，抛开兵员素质和战斗力，综合来看，拥有67000名士兵的印度海军称霸南亚还算绰绰有余了。整体海军实力也仅次于美、中、俄、英，排名世界第5。接下来，空军拜30年磨一剑的光辉战斗机所赐，逼得印度成为国际武器市场上的最大买家，各种买。而印度在军购上又是出了名的阔绰，而其纺织能力又让各国格外放心，这种买家谁不喜欢呢？所以在印度空军中，你会看到各国各类的战机，其中以俄罗斯、法国、美国的军机为主。数量最多的当属260架的苏30 MKI， 这款机型俄罗斯也授权印度自行生产，装备数量甚至超过了俄罗斯本身，也成为迄今为止苏30最大的使用国。与当年卖给中国的苏30 MKK 相比，外观上是多了一副压抑，而且还配备推力矢量发动机，机动性能的确占优。不过时过境迁，2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国产歼16，苏30 MKK 逐渐退出舞台，而印度也试图想要国产化，尝试在战机上使用部分非俄罗斯技术，但在雷达、电子元器件、钛合金锻件和发动机上都要进口，成本依旧居高不下，几乎是更先进的苏30 SM 的2倍了。除了苏30 MKI， 印度还装备了中型战斗机米格29。之前介绍过米格29，尽管短腿，但优势在于可以途长起降。为避免吸入沙尘和石块等杂物，注意下方的发动机进气口是可以完全关闭的，而机背上方的网状栅栏活动进气口会自动开启。不过新增了辅助进气口，油箱容积就被压缩，这也是其短腿的由来。早期信号只有600公里的作战半径。正是因为米格29途长起降的特点，所以你会看到印度在中印边境一线修建了多处野战机场。其次，法国系的幻影2000 41架和阵风36架，其中尚有28架没有交付。印度曾试图让法国转让阵风技术以实现国产化，但遭到法国拒绝。除此之外，印度还配备大量的米格21和美洲豹攻击机，但机型太老，已毫无战斗力，逐步被淘汰。运输机方面，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中国在上世纪从苏联购得了安12后，仿制出了自己的运8，就此开花结果。以此平台研制了各类的电子战机、反潜机和预警机等高新机型。而印度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试想，一款轻型战斗机尚且用了30年之久，这种大型运输机平台更加望尘莫及了。所以还是一个字：买。装备最多的当属安32 105架，此外还有17架的伊尔76，以及美系的 C17 11架和 C1305架。预警机有2款，一款是以俄罗斯的伊尔76为平台，再搭配以色列的 ELW2090 雷达，俄以混血的 A50EL 预警机，共3架。还有一个是从巴西找了个平台，也就是在 ERJ145 基础上改装的预警机，但综合性能相比 A50EI 都差了一个档次。不过这个混血的 A50EI 也有个问题，尽管平台是伊尔76，但核心雷达、数据链和显控设备都出自以色列，这样就存在预警机与苏30 MKI 这类战斗机接口不匹配的问题。如果要做到信息互联，就需要俄罗斯和以色列进行更深层次的协作才能实现，甚至涉及到源代码这种核心机密。
别说跟俄罗斯，就算以色列跟美国也不一定会共享这么敏感的信息。信息无法互联互通，就无法做到自动化，预警机指挥战斗机就只能靠吼了。但是这种语音指挥，一不保密，二不直观，三指挥数量有限，尤其是在战斗机短兵相接时，飞行员极容易出现误判。所以如何改变这种鸡同鸭讲，是印度空军面临的又一难题。这也是军备一切靠买带来的后果。而且这么多大杂烩，简直就是后勤维修保养的灾难，就连最简单的螺丝口径都有可能不一样，单靠印度斯坦一家公司搞得定吗？一旦开战，战损一高，航材部件短缺，就有可能造成大量飞机集体趴窝。花钱一时爽，事后火葬场，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我国不遗余力地发展国产航空设备的原因，从航电、雷达再到发动机，关键核心部件必须要做到自己。最后，陆军，印度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1/3，但却拥有6大军区，比中国还多了一个，分为东南西北中和西南6个军区，120万人，共13个军，37个师。还记得此前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中那个冲在最前面的纳加族人索巴曼宁妈所属的比哈尔军团第16营，这是属于北方军区的102旅。主战坦克方面，印度共有2000多辆 T90 和2000多辆的 T72，再加上240辆国产的阿琼坦克，总计竟然超过4000辆。这个数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的现役主战坦克，当然不包括他们封存的数量。但坦克数量多，并不代表机械化程度就高。相比主战坦克，其主力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加起来也不过2800辆，步兵战车数量竟然比主战坦克还少，这在世界各国主要陆军强国中也的确是个奇葩。即便如此，像 BMP-2 和 BTR-60 这种运兵装备，印度同样不能国产，均购自俄罗斯。主战装备中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国产装备阿雄坦克，更是奇葩中的奇葩。设计之初要对标德国的豹2，并取代 T90， 结果历经37年磨一剑，坦克研发部门最终拿出的作品是把重量从50吨膨胀到68吨，120毫米线膛炮来自英国，发动机用的德国货，复合装甲号称是自己的，但其防御能力连国防部长和参谋长都不知道，致使直到现在陆军才装备了200多辆。看来 T90 和 T72 要继续充当门面相当长的时间了。此外，陆军所装备的各类火炮、直升机甚至无人机也都主要购自国外，就不多说了。弹道导弹方面，最新的烈火5型将烈火3的2级固体燃料火箭提升为3级，但射程只增加至5000公里。尽管可以覆盖亚洲，但要称其为洲际弹道导弹却略显勉强。要知道，20年前的中国东风31基本型就达到了8000公里的射程，现在的31B 更是达到12000公里。此外，我们注意到它的发射车，正常具备机动能力的发射车是这个样子，而装载烈火5的仅仅是一辆平板拖车，很难有任何越野和快速机动能力。尽管印度宣称将采用塔塔的8×8越野底盘，但从其试射直到现在依然没能看到。至于高超音速武器，更是没影的事了。我在上期视频介绍的印度自称世界第3的风洞也才刚有个模样，至于后续怎么吹，我们静观其变吧。好，以上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邻国印度在海陆空方面的军事实力。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